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一句台词梦回沧海，一句命不该绝，全网破防。一部剧官宣续集，能让平台股价应声上涨3%。这不是什么金融神话，而是2026年5月发生在优酷身上的真实一幕。当《藏海传2》那张藏风术在的概念海报出现在年度片单发布会时，市场的反应比任何剧评都来得直接。而这一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年前，一句从的公废墟里嘶吼出来的台词：“我什么手脚都没动，就是我命不该绝。”时隔1年，这句台词又在社交网络上刷了屏。央视新闻把它剪进高考加油短片，给命不该绝赋予了新的注解，提笔有底气，前程皆坦途。一句虚构的复仇宣言，就这样成了千万人手机里的励志标语。它不再只属于那个叫藏海的虚构人物，而是钻进了很多普通人的生活缝隙里，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暗号。为什么是这8个字？如果你看过那场戏，大概能明白，那不是字正腔圆的朗诵，而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，带着血沫的喘息。肖战用了同期声，这意味着镜头前的一切，包括那濒死般的颤抖和爆发，都是一次成型的工戏，是在空旷的影棚拍的，收音难度极大，但他坚持不用后期配音修饰，于是观众听到的是声带在极限状态下的真实嘶哑，是劫后余生时生理性的站立。有观众说，闭着眼睛听，像一场沉浸式广播剧。这种真，成了穿透屏幕的利器。白玉兰评委段奕宏评价这种古装同期声是演员的一条腿。肖战证明了他的双腿很稳。业内都清楚，古装剧文言台词多，情绪跨度大，同期声势是金石，藏不住半点虚的。他请了台词老师全程跟组，每天收工后还在默每一句的重音和气息。所以当藏海满脸血污，从崩塌的断龙石下爬出来，吼出那句命不该绝时，你感觉不到演的痕迹，那是一种被逼到绝境后从骨头缝里蹦出来的生命力。肖战为这个角色做的远不止声音。开拍前他减重15斤，让脸庞显出被仇恨反复灼烧后的嶙峋感。他学了榫卯，戏里那些摆弄木工工具的镜头，手上有模有样。导演郑晓龙说他没有包袱，可塑性极强。有一场发现父母被制成人皮蛹的密室戏，他没有嚎啕大哭，而是演出了生理性的反胃，瞳孔震颤和踉跄后退，额角的汗珠在台词停顿的瞬间精准的滑落。网友调侃，那滴汗比智能温控还准。藏海这个角色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，他背负血海深仇，周旋于朝堂，心里揣着算计，手上沾过血。但他最核心的一句台词不是关于复仇，而是仇我是一定要报的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都不能变成他们那样的人。这种在深渊边行走却竭力不让自己坠落的清醒，让这个权谋者有了人的温度。他不是一路开挂的爽文男主，他的每一步都带着代价和犹疑。或许正是这种灰度，让海外观众也能共鸣。IMDb 上打出了9.5的高分。很多外国网友讨论的不是宫斗，而是藏海眼神里的破碎与坚韧。数据是这种共鸣最冰冷的注脚。2025年5月18日开播当天，酷云实时收视率就破了2%。最终，他在央视8套创下了近5年古装剧的收视纪录。在优酷站内热度值38小时突破1万，刷新了平台历史最快纪录。云和数据统计，其正片有效播放市占率峰值冲到过 40.1%， 意味着全网每播10部剧，有4部是他。这些数字背后是实打实的观看行为。
商业上的反应更直接，超过60个品牌挤进了这部剧的招商名单，创下了近年来的纪录。单条15秒的广告报价据说达到了900万。剧里出现的榫卯、昆曲水袖、耀发木偶等18项非遗元素，播出后相关搜索量涨了300%。它甚至成了一份国家级智库报告里的案例。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在雅典发布的文化赋能论报告中，把《藏海传》的全球热播当作文化新3样成功出海的范例来写。报告有2万多字，一部电视剧能跻身其中，分量不轻。剧播完了，但是没完。2026年5月，优酷官宣启动《藏海传2》。消息一出，无肖战不藏海的词条下，迅速聚集了超过50万条讨论。观众的态度异常统一，藏海这个角色已经和肖战绑死了。导演郑晓龙在最近的采访里被问到这个问题，他几乎没犹豫，因为《藏海传》里面肖战演的吗？男主角，那当然了，肯定是没有肖战，这个男主角就没有了，藏海就是另外一个人了。说完他自己也笑了，你看我就说上当了。双引号。现在第2季的剧本还在写，平台已经急不可耐地把它放到了招商会最显眼的位置。这像一场豪赌，赌的是那个叫藏海的角色，以及把他演活的那个人，还能不能把观众再次拉回屏幕前。赌注的筹码是1年前那句从的宫里传出来的嘶吼，和他背后所代表的那些被认可的东西。